从小我12、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去外面工作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多多少少有沾染到一点比较中低下层的一个生活方式，有喝酒啊、吃槟榔啊、抽烟啊，所以生活习性就比较没有那么正常了。我一直记得，大概差不多民国94年初的下午2点多，我要去我一个叔叔家，然后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嘴巴一阵刺痛，很痛。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去照镜子，结果就发现舌头上面有很小的一粒肿瘤，因为我有跑过船，我甚至带那个很大包的那个瓜做提神的那个功能跟作用，那就是一直吃槟榔。就算到我回来澎湖之后，我一天基本的槟榔就是600块。你有那个习惯，让你的生活方式加速你有这个病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我第一次开刀的时候，其实我坦白讲，我没有那么担心呐，因为他说我只是所谓的原位癌啊，而且是2期的。2年之后我又复发了，复发的时候我就很紧张。第2次去开刀是因为我没办法讲话，这个是我画的，有没有？我画这样啊，结果医生拿来之后，他看我画的太不像了，他就这个是医生画的，啊，他就说我切在这里，你看，他有第1次切割示意图，然后我第2次你看看，我第2次是切这样这么大一块起来，你自己想想看，要讲话的确是很困难的，很困难。你要了解说你自己的过程变化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写日记。那后来因为我的嫂子阮嫂啊，就是我阿嫂伊知影讲我有做运动的习惯，迄阵拄好返老还童吼，来阮社区要推广阮嫂啊就来甲我讲无芳啊，做伙来练看卖啊安尼啦。一开始我想讲就好个，伊在叫我歹势甲死所以讲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就去参与这个返老还童工啊。缩下巴起。结果我去的时候到第1天、第2天、第3天，看迄教练在教的方式，甲因在做的动作其实坦白讲，甲一般的运动完全是不是一个性质的。比如说这个拉河车，我们是用口哈口吸，你嘴巴会干嘛。尤其我是因为经过放疗之后，我是没有办法分泌口水的。结果我跑了2、3天之后，发现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干。那慢慢你就是跑了顺了之后，真的会生口气。那他刚开始来我们练功场的时候，我听他讲话是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跟我说他舌根切除以后，他舌根很僵硬，所以没办法讲话，没办法发声了。然后那时候他刚开始来练动功的时候，那个筋骨都很僵硬然后他那个狮子吼也声音吼不出来，气脉也都不顺畅。好，然后在跑步拉河车的时候也是不顺。然后后来慢慢的，他的声音就比较清楚。然后他有跟我讲说，他的舌根感觉也比较灵活，好，然后讲话就开始声音就能够放出来了，然后也比较清晰了。然后有一次差不多2、3个月，正好我们那个包督导他来澎湖，然后我们就一起团练，然后洪柳峰师兄他就站在总监的旁边就说，我现在可以吐口水了就是说表示他现在已经有口筋了。他以前舌头割掉，舌头是很僵硬，话没办法讲，也没有口水。到底哈一声，缩下
它好像就是说，在整个一个功法的进行上哦，好像比较对身体的那个照顾比较全面性啊，我自己觉得啊，身体感觉就是很轻松很多啊，轻松很多。那只要说对身体基本的帮助的话，啊，因为我一开始哈还没有练功以前，我固定会晚上睡到一半脚抽筋啊，脚抽筋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晚上脚抽筋。现在练了差不多1年以后，那个脚抽筋坦白讲不药而愈。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讲话的一个清晰度，这2点。只要能够动，能够走，我觉得应该是做这套功法，应该要，这个是对你健康的投资啊，我觉得是值得的。有控制住他的病情是有控制住，那希望他接下来还可以再陪着我们，然后看着我们长大。还是感谢老天这样的一个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成为你的家人。那能够成为你的女儿，是我觉得是老天赐给我最大的恩惠。那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度过很多个新年。